大家好，欢迎回到反收割训练营的期权课程。大家知道，期权作为资本市场中重要的衍生品，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衍生品之一，也是我们最常以应用的衍生品作为交易的工具。想必不少小伙伴都非常想系统的学习和了解，但对于刚入股市的很多股市新手来说，期权可能是一个非常复杂和非常难以学习的内容。那么今天呢，我就想通过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对很多长期学习或者听说期权一直搞不清楚的小伙伴们，用最通俗、最简单、最直接、最明了的方式告诉大家，期权的学习是可以非常轻松、非常简单的。那么在这个课程中，我们会以最直接的方式简述期权的基本知识，之后我们将结合具体的操作，把期权和交易结合到实战中去，利用大量的实战经验和实战案例，阐述不同情况下如何使用最合适合理的期权策略。那么之后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的是通过复杂的期权组合来增加我们平时的一些收入，包括收入的策略，也有对冲策略和投机策略。我们今天这节课首先从定义开始。那么期权权这个字首先代表着你拥有着一种权利，那就是在未来的特定时间段以特定的价格买入或者卖出某一标的的权利。我们往往默认的就是我们平常的 equity， 也就是证券相关的期权，也是平常交易和操作最多的。往往证券上的期权，我们通常是针对个股、针对 ETF， 甚至于针对指数的一些操作。我们要注意的是，证券的期权你所对标的是一手股票，也就是100股。这跟股票的交易是非常不一样的，也就是期权的最小交易单位虽然是1，但这个1代表的是100股股票的交易权利。那么每一个交易的合约在背后都代表着100股股票。那么我举个例子来描述一个简单的期权原理。假设有一条公司，咱们说这个公司，举个例子，比如苹果公司 AAPL。 那么这个公司股票价格以每股150美元现在作为当下的价格，你现在认为未来几个月这家公司的股票价格会大幅上涨，这个时候你买入的是看涨期权。你找到了一个期权合约，这个合约的行权价格是160块，那么到期日是3个月以后。那么为买这个合约你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那么我们称之为期权的费用或者是权利金，在英文中称之为 premium。 比如这个期权是5块钱，那么这样的话你就拥有了一个可以在160块钱3个月内过期的苹果股票的一个看涨期权，我们称之为 call。 那么这个 call 的价格就是5块钱，那么这就是你第一次可能拥有的一个期权。那么我可以看到这里可能出现不同的情况。假设到日期，也就是截止日期的时候3个月以后，苹果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到了170块钱，你就有权利以160块钱的价格购买该公司的股票100股。那么这样的话，你就立刻可以完成一个10块钱的利润。那么假设你170块钱拿到的是160块钱为成本的这个股票，那么你的收益就是10美元。但是别忘了，你还支付了5美元的期权费，所以净收益就是5美元每手。那么这要说的是每手，意味着什么呢？总收益就是500美元。那么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到了到期日，那么苹果公司的股票价格为140美元，和你160美元的这个行权价格是不一样的，要低于你的160美元的行权价格。那这个时候呢，你当然可以使用你的权利，仍然以160美元的高价去买入苹果公司的股票。当然大多数人不会，而是选择放弃使用这个期权或者说这个权利。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损失就是你的期权费，也就是期权金$5，那么你的损失就是$500。好，那么既然你了解了最简单的交易期权的几个要素，你们就要知道，了解一个期权不是说我买了一个什么什么期权，我买了个 call， 我买了个 put， 不是这么简单的说。我们一定要知道期权必须拥有4大要素。那首先是期权的类型，那么你是看涨啊还是看跌？看涨期权我们称之为 call， 而看跌期权我们称为 put。那么不光是有 call 或者 put， 你还要知道这个期权它代表的是哪一个标的的权利，是买了苹果公司 AAPL 的 call， 还是选择 SPY 我们指数的 call， 你要知道它的标的。那么第3点，你必须要有一个行权日期。那么这个到期日是什么时间？是3个月以后的，还是这周的，还是今天的，还是8个月以后的，都不一样。那么最后呢，脱离它的价值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一定要知道，任何期权你都拥有一个行权价，而这个行权价是由市场来决定的。那么，所以我们当讨论买一个什么期权，做了一个什么期权的时候，你要必须拥有这全部的4个要素，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实单一个交易。那么要知道的是，期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衍生品。衍生品的买卖就是只要有买就有卖，它意味着是有一个双方的交易。那么持有期权的人，他持有的是什么样的权利？他其实持有的是行权的权利，也就是当你拥有一个股票的期权，你可以行权，在英文中我们称之为 option exercise。当你行权的时候，你可以从别人手中通过行使你期权的权利去抢（带引号的）抢回这个股票。那么卖出期权的人，他就不是权利，他拥有的是义务，也就是股票被指派的义务。指派在英文中称为 assigned， 也就是说，当你的股票使用你给别人写了期权，当然我们称之为可能是 cover call。假设你拥有100股苹果股票，你可以为别人写一个期权，那么你就是那个期权的卖方。你也可以在拥有现金的时候去写一个看跌的期权，成为股票的卖方，期权的卖方。那么你成为期权的卖方，就意味着你拥有卖出或者买入的义务，那么这些就叫被指派。所以我们要理解的是，期权是一个消耗性的零和属性游戏。首先它一定是消耗性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价值会越来越小。那么还有一点它是绝对的零和属性，意味着买就要有卖。它和股票，证券市场中的股票或者是国债，可以带来分红，可以带来成长，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期权基本上符合买卖双方零和博弈的一个特点，即有赚钱的人就必然带着镜子的另一侧带有亏钱的人。好，那么通过这第一课的学习，我相信大家可能对期权还有疑问，但是对期权的基本的要素，什么是期权？期权是用来做什么的？你到底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应该有一个非常基本的了解了。那我们将在下一节课中跟大家更深刻的或者更多的去学习期权的一些其他知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